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本能够启发我们思考关于经济与社会未来走向的经典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作者是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可能有人会问，熊彼特的书是不是很深奥，普通人能读懂吗？别担心，这本书虽然理论性强，但其思想极具启发性，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加速、技术革命迭代、民主制度受到冲击的大背景下，这本书显得愈发重要。熊彼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哲学家。他在这本书中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资本主义能否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展？如果不能，谁将取代它？书中提出了许多颠覆传统经济学的思想，比如资本主义的毁灭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这些观点在当时乃至今天依然引发着激烈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进入书中关键部分，梳理熊彼特最核心的思想和论点，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哪些让人深思的问题。一、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进步的动力来自于破坏。熊彼特最著名的概念莫过于创造性破坏。他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企业家不断推动创新，而创新带来的不仅是新产业的崛起，还有旧产业的消亡。举个例子，当智能手机出现时，功能机像 MP3 都成了牺牲品。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它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阵痛。这里的关键其实是，想要在现代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每个人都需要具备适应创造性破坏的能力，甚至要学会在破坏中找到机会。二、为什么资本主义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会带来自身的衰落。资本主义不断提高效率，集中资源，使得大企业和官僚制度逐渐取代了最初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不再是创新的驱动者，反而成为了体系的维护者。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中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的知识阶层逐渐壮大，这些人很有可能推动向社会主义转变。关键启示：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挑战，而是来自其内部的惯性和自满。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时刻保持革新和批判精神，才能避免被淘汰。第三，社会主义真的能取代资本主义吗？在熊彼特看来，社会主义并非完全不可行。随着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升，计划经济的某些缺陷可能会得到缓解，比如现代科技让信息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使得顶层设计更加可行。然而他也指出，社会主义虽然可能在资源分配上更公平，但缺乏资本主义的创新活力。我们不能简单的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应该思考两者的优缺点，寻找一种能够平衡效率与公平的新路径。四、民主的悖论，效率与选举之间的矛盾。熊彼特对民主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民主制度中选民的决定往往受到情绪、宣传和短期利益的影响，而非理性和长远考虑，这导致民主决策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他指出，民主并不总是与资本主义兼容，二者在面对社会资源分配问题时可能产生冲突。关键启示：民主需要与时俱进，选民也需要提升自身的判断力，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五、未来的经济制度是怎样的？熊彼特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未来的经济制度可能是一种融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点的混合体。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第三条道路？这是留给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作者在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动态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他没有单纯批判资本主义，也没为社会主义背书，而是通过分析两者的优缺点，提醒我们社会和经济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化的过程。那么这本书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启发呢？首先要拥抱变化，创造性破坏是常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适应变化，甚至要主动推动。其次，要批判性地看待经济和社会问题。熊彼特的思想告诉我们，单一的经济模式可能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寻找更平衡的解决方案。最后，关注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判断力，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创新和理性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各位朋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也是一本教我们如何在复杂世界中思考的智慧之书。如果你想了解经济制度的本质，想理解我们时代的挑战和机遇，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一些启发，
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别忘了点赞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见。